与别的砂锅粥不同的是，阿奇开店后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泡米，也不是切鱼，而是煮卤水五花肉。潮汕砂锅粥都是以海鲜为主，海鲜它里面缺乏一定的脂肪，这个卤水五花肉呢，它就是补充里面的脂肪，然后让口味变得更加香滑。潮汕砂锅粥呢是不用清水去煮粥的，我们这边呢就是用猪骨头、黄豆还有大米去熬骨汤，用这个汤底来煮一份砂锅粥。这锅汤呢大概熬1个半小时。鱼干粉是阿奇父亲留下来的秘诀，把方鱼干用花生油炸透炸干后，再磨成粉，用以添加在粥里提鲜。所有的必备材料准备就绪了，妻子开始泡米，阿奇负责切鱼和肉，忙碌当中默契无限。米要先用水浸泡10分钟，然后水开的时候再倒进去。第2次水开了，再去过那个冷水，让它冷却一下，就变成那个半生熟米。40年前，潮汕人并没有用砂锅煲粥的习惯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到外经商的潮汕人看到广州本土居民利用窄口宽身的砂锅来煲汤，善于变通的潮汕人把砂锅用作煲潮汕粥。从此之后，潮汕砂锅粥香飘全国。吴朝奇选择的小砂锅，能均衡而持久地把热能传递到内部，相对平衡的环境温度有利于水分子与食物的相互渗透，渗透的时间越长，鲜香成分溢出的越多，煨出来的粥就越香醇。我们潮汕话有一句叫“煮糜无卡36个架”。想煮好一锅粥，烹煮的步骤也不能随意，一是旺火煮沸，这个时候要用手勺不断搅拌，将米粒儿间的热气释放出来，粥才不会糊，米粒儿也不会粘锅。二是转小火慢熬，减少翻搅，才不会将米粒儿搅散，从而让粥变得太过浓稠。粥煮到7、8成熟后，潮汕砂锅粥几乎什么材料都能放，只要提想法，老板几乎都能满足个人需求，而且做出来的粥鲜香无比。煲砂锅粥虽然省时，但却不省力。一家3口从下午5点一直忙碌到凌晨时分，炉前炉后的艰辛，只有个中人能体验到。饮食店就是这样的，一忙起来就是全家总动员，辛苦啊！但是只要客人说开心，我就觉得还好。一家店，一锅粥，3个人。与其说是为了父亲的嘱托，还不如说是为了一家人稳定的生活。一锅暖意浓浓的夜粥，扬名潮汕，也成就了吴朝奇的人生。在老广宵夜的范畴里，野味只属于调味剂，海鲜才是深夜食堂的主流。汕头是中国宵夜爱好者的朝圣之地，其中又以汕头砂锅粥最为出名，全因潮汕人独创的粥底。粥在与各种各样的食材相遇后产生奇妙的变化，但是40年前的潮汕地区并没有用砂锅来熬粥的先例。马上做，我做完没给讲。鱼翅鳗鱼粥，每天晚上最后一碗粥都是煮给我妈妈做夜宵吃的。把最好的一份材料留下来，煮每晚的最后一锅粥给妈妈吃，这份小小的孝举，在汕头濠江的这家小店里延续了10个年头。和其他宵夜档一样，从傍晚5点到凌晨4点，11个小时的忙碌，对于经营砂锅粥店的吴朝奇来说还不算结束。每一个新锅买回来的我都要检查一遍，要有回音。你像这个有裂痕，不要。
这家20平米不到的小店由吴朝奇父亲创办，靠着一个小小的砂锅，营业了22年。今年30岁的吴朝奇，至少已经10年。我从16岁出去外地打工，20岁回来接手父亲的手艺。吴朝奇刚满20岁那年，远在马来西亚的他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，当即辞去了他乡的工作，奔赴回国接手副业。一些卫生啊、质量啊，回来改动了一下，鱼的质量肯定要固定。我父亲那个时候是跟供应商拿的，我是不行，我要自己去挑货。买鱼是要靠运气的。从濠江到汕头海鲜市场整整20公里，为了寻求一手好食材，这条夜路吴朝奇走了10年，风雨无阻。大清早的海鲜市场人头攒动，要在众多早起的觅食者手上抢到理想食材，除了要讲经验，还得看运气。几条好？是啊，慢金金，夫妻安安在，就小切，那就好。那时候当然是。用各种鱼来煮砂锅粥，是吴朝奇接手副业后的新亮点。但要挑选和处理各种不同的鱼，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之事。表面就有一层沙，它一定要经过热水处理，才能把这一层沙洗得掉。来来回回穿梭在市场里，所需食材到手后，天已经亮了。买来的鱼呢，要先开肚，把肚子里面的内脏全部清理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擦掉里面内脏的那些血水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冰箱了。下午再来处理。到了下午4点，对于阿奇来说，又是新一天的开始。与别的砂锅粥不同的是，阿奇开店后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泡米，也不是切鱼，而是煮卤水五花肉。潮汕砂锅粥都是以海鲜为主。海鲜它里面缺乏一定的脂肪，这个卤水五花肉呢，它就是补充里面的脂肪，然后让口味变得更加香滑。潮汕砂锅粥呢是不用清水去煮粥的，我们这边呢就是用猪骨头、黄豆还有大米去熬骨汤，用这个汤底来煮一份砂锅粥。这锅汤呢大概熬1个半小时。鱼干粉是阿奇父亲留下来的秘诀。把方鱼干用花生油炸透炸干后，再磨成粉，用以添加在粥里提鲜。所有的必备材料准备就绪了，妻子开始泡米，阿奇负责切鱼和肉，忙碌当中默契无限。米要先用水浸泡10分钟，然后水开的时候再倒进去。第2次水开了，再去过那个冷水，让它冷却一下，就变成那个半生熟米。40年前，潮汕人并没有用砂锅煲粥的习惯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到外经商的潮汕人看到广州本土居民利用窄口宽身的砂锅来煲汤，善于变通的潮汕人把砂锅用作煲潮汕粥。从此之后，潮汕砂锅粥香飘全国。吴朝奇选择的小砂锅，能均衡而持久地把热能传递到内部，相对平衡的环境温度有利于水分子与食物的相互渗透。渗透的时间越长，鲜香成分溢出的越多，煨出来的粥就越香醇。我们潮汕话有一句叫“煮糜无卡36个架”。想煮好一锅粥，烹煮的步骤也不能随意。一是旺火煮沸，这个时候要用手勺不断搅拌，将米粒儿间的热气释放出来，粥才不会糊，米粒儿也不会粘锅。二是转小火慢熬，减少翻搅，才不会将米粒儿搅散，从而让粥变得太过浓稠。粥煮到7、8成熟后，潮汕砂锅粥几乎什么材料都能放，只要提想法，老板几乎都能满足个人需求，而且做出来的粥鲜香无比。
煲砂锅粥虽然省时，但却不省力。一家3口从下午5点一直忙碌到凌晨时分，炉前炉后的艰辛，只有个中人能体验到。饮食店就是这样的，一忙起来就是全家总动员，辛苦啊，但是只要客人说开心，我就觉得还好。一家店，一锅粥，3个人。与其说是为了父亲的嘱托，还不如说是为了一家人稳定的生活。一锅暖意浓浓的夜粥，扬名潮汕，也成就了吴朝奇的人生。